金刚经有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我们执着于各种分别、各种业态、各种幻想，那么头脑就会把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事物二元对立，把成败、美丑、得失、高低、贵贱等等对立起来，不断地排斥生命中出现的所谓坏的事情。生命就在不断浪费我们宝贵的意识能量，来试图改造自己，改造他人，改造社会，最终在改造失败中以痛苦的名义收场。试图用意识能量来抵抗生命中糟糕的事情，我们试图让所有事情变得可控，变得正确，所以我们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无法活出真正的身心自由，被困在逻辑世界的是非对错陷阱。我们抵制任何形式的失败，事业的失败，感情的破裂，身体的疾病。这些所谓糟糕的事情，无非是传达一种信号，这个信号就是告诉你需要改变自己。烦恼即菩提，生命中遇到的所有痛苦和困境，不只是一种负担，而正是你修行的良机，都是为了你圆满的生命而来。只有当我们放弃头脑的二元对立，放弃各种分别、各种执念，那么才能升起自己清净自然的本心。那个本心本自具足，没有恐惧，没有匮乏，没有障碍。所以阳明先生说，无性自足，不假外求。佛陀告诉我们，人人皆具如来智慧之德相，皆因妄想执着不可证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得强大，受到别人的尊重，每个人都期望衣锦还乡，这无可厚非。但当这些美好的愿望变成一种执念，那么你踏出的每一步，因为太用力而变得扭曲变形。所以当你的能力跟不上的欲望，痛苦就会如影随形。藏传佛教中每年都有制作坛城沙画的传统，这来自于古印度佛陀的传承。每年在一个特殊的月份，西藏上师会带着弟子们在河边去寻找那些颜色艳丽干净的石头，然后再花上好几个星期仔细研磨成粉，再用这些五颜六色的粉末构筑坛城。所谓坛城，就好比是西方世界的天堂，也是精妙绝伦的佛国世界缩影。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不能有任何的改动。在上师的带领下，大家要通力合作，凝神静气，因为稍有不慎就要从头来过。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大家的心血就构筑出宏伟的坛城沙画。只待仪式结束，大家还没来得及欣赏这幅美轮美奂的沙画，也没来得及让弟子们目标达成后的满足感稍作停留，上师就毫不犹豫地用手将沙子搅乱。顷刻间，几个月的心血又成了一堆色彩斑驳的沙子，一部分收集起来，一部分倒入河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的美丽坛城，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恐惧它的破碎。但我们无论如何努力，终将都会失去它。生命中你所执着的名望、财富、亲情、爱情，最终都会烟消云散。
这听上去似乎很残忍很消极，但当你拨开层层虚幻的面纱，看到了真实之时，就是你解脱之时。当你知道没有什么不可失去，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时候，你就开始获得大自在。至于生活中的不被理解、不被接纳、不被肯定，在你看到不过芝麻小事，事业的失败，命运的打击，感情的破裂，不过是修行的机会。你不再需要活在别人的认同中才能找到自我，不再需要别人肯定也能从内在升起自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没有恐惧，没有障碍，只有当下的勇敢和力量。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当下。所以《金刚经》有言，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当你执着于过去的感情放不下，执着于过去的失败放不下，执着于过去的创伤放不下，这就相当于种下执念的种子，孕育出的果实就叫痛苦。意识行为疗法认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就是不断提升自己意识能量自由度，不断的修行，不断的精进。在死亡来临的时候，灵魂更自由，更纯净。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修行自己，改变认知，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01，培养自己的出离心。真正的出离心，是你随时可以抛弃你熟悉的东西，是你随时离开你习惯的场景，不会有太多留恋和不舍。说穿了，你可以接受任何的改变，包括外界的和自己的。有些朋友执着一段感情，当感情发生变化时，久久不能从这段感情抽离出来，从内心总是认为是永恒的。事实上，任何东西都是变化的，没有永恒可言。就包括你的身体，随时都在代谢，都在变化。我们经常生气，都是因为改变而生气。改变会触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而这习惯性的东西就是你的执着。可能为了单位新领导的政策而生气，可能会别人反驳你的观点而生气，可能家人把你物品重新摆放而生气，因为这些对你来说都在冒犯你习惯性的东西。执着只会制造出各种有害情绪，比如敌对、嫉妒和愤怒等。02，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对一切众生都心生慈悲心，愿他们离苦得乐。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受苦，都会面临生老病死、疾病灾害。但最重要一点，首先要对自己生出慈悲心，因为你自己也是众生中的一员。对自己慈悲，原谅自己，原谅自己没有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也就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败和过错而耿耿于怀，也接受自己的平凡，不会因为达不到目标而痛苦压抑。而你要做的无非就是全力以赴。有些朋友因为一次失败而全然否定自己，痛苦自闭，而看不到自己的优点，因为爱情失败而认为自己不配拥有爱情，贬低自己。
把自己的缺点无限放大，而不敢涉及另一段感情，对他人慈悲，原谅他人。我们身在各种关系中，带来各种伤害和误会是难免的，有些受到原生家庭的伤害，有些受到同事的排挤，有些做得很好，受到他人的冤枉，或者受到无故的非议，或多或少都会对当事人产生不良的情绪，甚至是一生的伤害。但我们如果一直执着于这些伤害，不放弃这些伤害，往往活得不如意。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处在各种伤害中，他没受你这种伤害，那么肯定会受到其他伤害。作为一个人都不容易，他因为受某种伤害转而攻击别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要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和事，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也在承受某种伤害和不幸。03，培养自己的无常心。这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你看到你不变，其实都在变化。我们住在地球上，感受不到地球的运动，但事实上，而地球赤道上的自转线速度为466米秒，而我们人体也一样，你感受不到自己的变化，而事实上，人体随时都在变化和代谢。当然，还有我们善变的人心，在上一秒决定的事情，下一秒就否定。还有我们的天气，上一秒还艳阳高照，下一秒就电闪雷鸣。60年代，我们当一个工人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情。工人意味着铁饭碗，可以吃一辈子饭。但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必要，工人大面积失业，旧社会我们把演员和歌星称为戏子，不受人待见，而如今却是挤破头都想进入的行业。过去我们国家都是受人凌辱，因为国家贫弱，而如今短短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那个仰人鼻息的时代过去了。所以没有不变的永恒，而你还在执着于自己的不变。试着把所有的事情都固定下来，你才会感到安稳。而事物的发展很多时候并不会朝着你固定的方向发展，所以你会感到焦虑不安。你所期望的工资会积极攀升，而一场疫情把你梦想破灭。你所期望的爱人会爱你一生一世，而他抛弃你另寻他欢。你所期待的子女成就斐然，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而他却令你大失所望。而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接受人生无常，苦才是人生的本质，而执着于内心的小我。如果你事先就接受了变化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本质，当那个最坏的遭遇到来的时候，你才会用平常心来对待，而不会陷入各种执着而痛苦。我只是我们不能得自在的最大障碍，也是烦恼痛苦的根源。我执为根，生诸烦恼，若不执则无烦恼。坚持对一个念头的相信，死抓的不放，这就是我执。而在无明中对那个念头的深度相信，就是执着的根。
这一切都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我执，凡事以利我的常态为出发点，凡事皆出于我认为，我觉得，在我看来，而这个我其实仅仅只能代表我们过往的经历中自己提炼出来的个人感知和认知，也仅仅适合当下的自己。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智慧就是心打开的程度，你的心越打开，智慧就越多。但是我们的心却从来没有向四面八方打开过。假设我们的心是一间屋子，也许你前面的窗外是一面废墟，还有难闻的气味。如果你坚持地以为你的世界只有这一面，那你一定是烦恼、痛苦甚至绝望的。但是如果你愿意打开你左侧的窗子，那是一片青山，林下生风，是否与你想的不同？然后如果你继续再打开你右侧的窗子呢，那是一江春水，天水一色，你的心情是否更高兴了呢？最后你转身打开你背后的窗子，一片辽阔的草原，苍茫天地间自由奔腾的马。当你把你心全部打开的时候，你的心里还会为第一扇窗外的污秽而感到烦恼吗？理心打开的越多，烦恼就会越少，喜乐就会增加。但是如果我们把心所有的墙、所有的门、所有的窗子全部拆掉呢，你的心就是整个宇宙。心若全开是无心，无心即是空，空中诸般不能生，成空诸觉自由行。心若是全然打开，自己就是无心，无心就是空了。在空中什么都不能生存，那么你的烦恼、忧虑、恐惧、担心都会灭绝。这就是此刻的修行，这就是斩断痛苦烦恼的根源。因为你太爱自己，所以受自己所困。自我是连续不断的意识流，具有同一性和连续性，基于现在的经验，构成了过去与未来。追寻自我不仅仅是哲学和宗教的问题，而且也是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千百年来，人们都在追问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向何处？精神分析学派代表弗洛伊德从心理层面提出，我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自我、超我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三元人格结构。简单说，本我是潜意识最真实的那部分的我，超我是自我中带有道德、规则的超监督作用的我，自我是现实层面行动的我。比如一个精神病患者或疯子，他基本上只有本我，超我缺失，自我按本我行事，所以表现出来的行为只是自己开心快乐的。具体来说，三者奉行的原则不同：一，本我是感性，是本能欲望，奉行享乐原则；二，自我是理性，是逻辑思维，根据外在环境来调节呈现出来的人格，奉行现实原则；三，超我是内心的道德底线，源自人类集体认同的规范，奉行道德原则。所以
当自我无法调和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就会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冲突，但这种冲突无法解决，就会有压抑、沮丧、愤怒、自责等情绪。当人们在面对情绪袭来时，通常采取的心理防御机制是否认、压制和逃避。情绪是一种能量，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这些情绪不会凭空消失，它只是暂时储存在自己的身体里，而基于本能的自我防御，情绪就会以抑郁、焦虑的症状表现出来。当一个年轻人因为没有能给父母理想的生活，时常感到内疚和自责，而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现状，而非常痛苦。这时候年轻人失业了，这种自责和内疚更加的明显，于是他把所有的过程和责任都指向自己，认为都是自己的问题造成今天的局面，因为他在内心塑造强大的超我形象崩塌，于是他抑郁了。事实上，年轻人已经很努力了，他的状况是多数人的状况，而不同的是，他把这种状况高度概括为唯一性、绝对性，只属于自己，切断与外界的信息来源。此刻他关注只有自己的负面信息，换个方式说，他太爱的是自己超我的自己，而这种超我的自己令得失望之极。在现实生活中，我是相对于你而存在的，这是人的社会性决定的。我们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扮演着各种角色，我们需要得到社群关系的认可，于是我们不断地向外寻找，追逐各种功名利禄，其目的就是寻求别人的认可。所以萨特说，他人即地狱。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的活着是为了自己活着，都是变着方式在证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重要。多少人都在错误地认为在他们身上的标签就是自己，于是维持这些虚幻的标签，患得患失。你所认为的那些恐惧、贪婪、压抑、自卑、痛苦的我，不过是头脑制造的小我，我们称之为假我。这些虚假的你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于是不断用头脑的思维侵蚀你，麻痹你，让你离你的本心越来越远。于是你迷失在外面的世界，执着于各种利益，执着于各种情感，执着于各种得失。生命在随着最后一声叹息烟消云散，好像来过这个婆娑世界，好像又没有来过。所以心理学有个疗法叫利他主义疗法。利他主义的生理基础是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科学家鉴定出特定的大脑区域是非常活跃的，在深度的和慈悲的感情状态下，决定着神经化学元素进入到利他主义。对无限的爱之研究的斯蒂芬总统邮报报道说，大脑的这部分是大脑的关心和连接的部分，欢乐和喜悦的状态来自对他人的给予，这不是出自任何空洞的行动，那种行为出自的责任感是在最狭隘的感觉里的。阿德勒医生劝我们日行一善，怎样的事情叫做善行呢？先知穆罕默德如是说，
善行就是让他人的面庞上露出喜悦的微笑的事情。为什么日行一善能够对行善者产生惊人的影响呢？因为取悦他人能够让我们不再总想着自己，而焦虑、恐惧和忧郁正是源于对自己的过度关注。佛学中提到无我的概念，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我。佛学角度看，自我也是幻想，是因缘所生法，不论身还是心，都是无常的暂时组合体。哪一个是你？根本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自我存在，自我并不存在，只是一个幻想。从历史角度看，100年前没有你，100年后也没有你，你又是谁呢？从科学角度看，你由各个器官与大脑意识组成，如果哪个器官换了还是你，所有器官换了还是你吗？你有记忆，还有自我意识。如果哪一天技术发达了，把你的记忆及意识全部复制存储到硬盘里，还是你吗？生老病死其实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集合而来的，于是就有了苦集灭道的集。集是什么？就是之前不存在，将来不存在，现在偶尔存在的这么一个状态。一切都是诸法空相，它只是临时集合而已。你是经受过多少你的父母，以及你多少习性，而你在这一刻集合了万千刹那的种种因缘。这个状况是唯一的，过去不存有，未来也不会有。不用执着于过去的某一刻的伤痛，也不用执着于未来的某一刻的绝望。这不过是头脑的游戏，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永恒的当下。道德经有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自我也是无中生有，最后归于无，有无相生，万物负阴而抱阳，我即非我，我生即我死。时时刻刻的新陈代谢就是不断的生，不断地死。我即生我即死，哪里有一个独立而不改的自我呢？从根本上讲，自我并不存在，只是一个幻想，如梦幻泡影。我们还执着什么呢？快乐是幻想，烦恼也是幻想，迷茫困惑是幻想，觉悟自在也是幻想。离一切相，放下执念，自然自在。自我并不存在，幻象也是存在。无我不是没有我这个客观存在，而是没有永恒的属性存在。就像一滴水对于大海而言，存在还是不存在？存在，滴水入海才是真存在。自我之于整个宇宙，就像一个细胞之于一个人，存在还是不存在？存在，与万物为一才是真存在。这就是悟道的意义。所以庄子有言，无心即宇宙，可见宇宙在你心中而不在心外。外面所有的人和事，不过是你内在的投射。所有的痛苦不过是幻想，你爱的自己不过是你迷失在各种幻想中，而你认为这一切是那样的真实。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扎心的事实，时间将会抹去你我存在的所有痕迹。3代过后，就不会再有人记得你的名字，也没有人会记得你的样子。
你将彻彻底底的消失，就好像你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当我们仰望星空，不得不感叹，数亿万年后，所有人类文明都将烟消云散。什么达官贵人，什么商界巨贾，什么文人墨客，都不过是时间长河中的一粒尘埃。人生注定就是一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路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当下的永恒。在这个旅程中，惟江上之清风，羽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想看的风景，用心聆听每一束花开，用心观赏每一场秋雨。世界就是你，你就是世界。没有人真正能够伤害你，也没有事真正能够困扰你。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放下我执。往后余生，愿你学着释怀，放下执念，放过别人，也成全自己。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